他又要闹什么幺蛾子？黑影摇头，这他就不知道了。他只是碰巧会唇语，又碰巧看到了狼环郡主说话，又碰巧知道。翌日，天朗气清，天蓝云白。听说孙贵妃的病好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孙贵妃半边身子麻木，不能走动是明媛的杰作。她动一动手指头，孙贵妃就要在床上躺上1个多月。这还没到时间呢，怎么就好了？应该不是假的。孙贵妃的病，宫里头都没人敢提，何况是往外传呢？大太太心思活络了，她看了楚瑜一眼。明媛上前俯身给老夫人见礼，老夫人神情淡淡的嗯了一声。这时候外面过来一小丫鬟上前扶身。老夫人，穆老夫人来了。明媛正好望着老夫人，没有错过老夫人眸底的一瞬寒芒。明媛心头一震，她从那寒眸中隐约看到了一丝杀气。穆老夫人可是老夫人的娘家长嫂，老夫人居然想杀穆老夫人，是我看花眼了吗？这些事明媛不感兴趣，她俯身告退。刚转身就看到狼环郡主带着丫鬟走过来。你身子才好一点儿，邢儿怎么没陪你来请安？相公的朋友约了他游湖，他出府了。邢儿最近应酬真不少。明媛没有回头，喜儿回头正好和大太太眸光对上。大太太那话是说给世子妃您听的。三少爷应酬多，说明想和他交好的人多，那些人都是巴不得他夺得世子之位的。明媛笑了一声，他和楚墨尘好像确实太云淡风轻了点儿。2个云淡风轻的人打算今儿好好逛逛佛光寺。世子爷留步，大师只见世子妃。明媛瞅了楚墨尘一眼，就见他脸臭着。要不你在这里等我？不然呢？要不是敬重慧行大师德高望重，他早拉明媛回去了。人家不乐意见他，他可不会死皮赖脸地凑上去。世子妃，这边请。跟在小和尚后头往前，再往前，走了好一会儿，明媛四下打量的时候，眸光不经意瞥到小和尚脚上穿的靴子。这双鞋好像不是很合脚，佛光寺至于给小和尚穿不合脚的鞋吗？刚这样想，小和尚一转身，一把冰冷的匕首抵在他脖子上。深呼吸，明媛笑了。根本不是慧行大师要见我，是不是？还算聪明，可惜已经晚了。暗处赵峰心都提了起来，千算万算，没想到刺客会装成小和尚。他就在明媛前面带路，转身就把明媛抓了，快得他都来不及反应。爷，现在该怎么办？抓住明媛而不是立即杀了他，一定有所求。明媛还在那里，不过身边多了不少黑衣人。你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在等你大哥啊。挟持我，不是等楚墨尘，而是等我大哥魏明成。恍惚，明媛想起来了，你们冒充毒杀我大哥的刺客抓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何须冒充呢？那把铁链解开。听说你不止医术高超，还很擅长下毒。放开你把我们都撂倒，都不用人救，自己就跑了。我能不能说你都说对了？刚刚刀抵着他脖子的时候，他就给他们下毒了，只是毒性还没有发作而已。敢给我们下毒，格杀勿论。怎么会呢？毒死你们，谁给我解开铁链？算你识相。那边车轱辘声传来，你就别过来了，他们挟持我是威胁我大哥的，你就别过来凑热闹了。突然一支箭朝魏明成射过来，他怕躲开会射到马车内，就徒手把箭抓住了。出什么事了？没什么事，一个老朋友跟我开了个玩笑，约我去见面，我先行一步。哪有开玩笑直接射箭的？万一没躲开呢？大少爷武功高，他的朋友肯定知道，才会和大少爷开这样的玩笑的。说的也是。魏明成心沉了沉，他一夹马肚子就直接朝佛光寺奔去。你要什么直说，放了我妹妹。玉佩在哪儿？我不知道。再问你一遍，玉佩到底在哪儿？云嬷嬷只告诉我玉佩藏在树林里，
具体哪棵树我不知道。他的话还没说完，明媛就感觉到脖子一疼，被划破了。你放了他，玉佩。他们已经拿到玉佩了。那是假的，把真玉佩交出来，否则别怪我杀了他。楚墨尘正要吩咐赵峰回去拿玉佩，然后就出现了一个让他和明媛都惊呆的一幕。玉佩我可以给你们，你们先放了我妹妹。这些天被你耍的快把佛光寺翻个底朝天了，还想再抓我们一回？把玉佩交给我。明媛就是人家砧板上的肉，我手还被绑着呢，放了我大哥给你玉佩，你们再给我钥匙，两全其美。不愧是镇南王世子妃，被挟持了还能如此气定神闲。其实我内心还是比较急的。他是真的内急，刚说完，脖子上又多了一道血痕。镇南王世子妃认得江湖郎中，手里肯定有去伤疤的药，再多的伤痕也不怕吧？放了他，不然我摔了玉佩。碎掉的玉佩我一样能交差。魏明成败下阵来，把玉佩扔给男子。玉佩还在半空中的时候，一道黑影跳起，把玉佩接住。男子脸色变了变，黑影拿着玉佩退后几步，男子挟持明媛一步步离开。能不能讲点江湖道义？玉佩你们也拿到了，可以放了我了吧？少废话！被挟持下了台阶，然后塞进一架马车内。我去追明媛，你夺玉佩。赵峰和赵成拖住刺客，楚墨尘追过去。等马车跑到山脚下的时候，正好遇上定北侯府的马车，差点撞上。会不会赶马车呀？赶着去投胎呢。没一会儿，见楚墨尘骑马追过来。夫人，这南王世子的腿好了。大姐夫跑那么急做什么？不会是大姐姐出事了吧？快跟过去看看。马跑这么快，马车追不上的，还是我们去吧。明媛死死地拽着马车，他怕自己稍有不慎就被甩出去了。但明媛不知道，跑到一半的时候，赶车的男子跳马车了，前面是悬崖。楚墨尘虽然断了腿，但是他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手里的鞭子一下快过一下，心从来没有那么慌乱过。不知道明媛是不是运气真的很好，马车跑太快，撞在了石头上，缰绳断了，马往前跑，直接跌落悬崖，马车掉在地上，一路往前滑过去。楚墨尘从马背上跃下，扑过去抓紧马车，最后马车冲到悬崖边，一半悬空的时候，在楚墨尘用力拽下，马车停了。但是明媛被甩了出去，他身子悬空，手紧紧地抓着马车，稍有不慎，他就会坠入深渊。坚持住！身后跳下马车的男子快步冲过来，手里的刀明晃晃的，在阳光下泛着寒芒。远处楚墨风骑马赶过来，看到这一幕，他脸白了几分，抽出腰间藏着的软剑，一把朝前扔了出去。大哥！这时候明媛啊的一声叫起来，楚墨风身子一闪，就到了悬崖边。看到明媛手松开，他往前一跃，将她拦腰抱住，两人往下掉，最后脚尖踩到块石头停下。就在他扛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身边多了根绳子，他伸手抓住，两人被拉上去。有没有事？别碰我，我浑身都疼。他都不知道自己在马车里撞了多少下，身上肯定是又青又紫了。大哥，谢谢你。你我是兄弟，说谢谢做什么？只是你的腿……他知道楚墨尘的腿好了，在太后寿宴那天他就看到了，只是能走动，不代表就能和正常一样，而且为了拽马车，全靠两只脚的力量。明媛吓了一跳，他连忙蹲下帮他检查。没事，只是扭了下，没大碍。你确定？骗你做什么？楚墨风站在一旁看着两人，眼底有淡淡的失落和羡慕。先回王府吧。那边暗卫骑马过来。钥匙呢？钥匙没拿到，刺客让世子妃拿解药换钥匙。楚墨尘眸底闪过一抹寒芒，他翻身上马背，楚墨风和他们并肩前行。一路回王府，
楚墨尘下马后将明媛扶下来，因为崴脚走路有点用镇南王府小厮的话就是世子爷瘸了。这个消息在他刚迈进王府还没走100步就传遍镇南王府了。怕楚墨尘脚疼，明媛让人推了轮椅过来，正好前院就有轮椅，楚总管亲自推过来的。等楚墨尘进二门，就看到王妃含着眼泪的模样。母妃，你哭什么？没事，母妃没事。没事，母妃哭什么？风大了，沙子进了眼睛里。他不敢问楚墨尘的腿，怕真的瘸了。儿子是他生的，他比谁都了解。如果真的腿瘸了，他宁肯一辈子坐轮椅，也不会在人前多走一步。王妃望着明媛手腕上的铁链，出什么事了？刺客冒充会行大师，传话让世子妃去佛光寺，世子爷和世子妃都没能察觉，中了刺客的奸计。刚刚世子妃差点摔落悬崖，幸好世子爷和大少爷联手救了世子妃，才有惊无险。楚墨风没有一起回王府，王妃感激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快回沉香轩歇着，再请个太医回来，开点压惊的药服下。我已经没事了，让母妃担忧了。扶了扶身后，明媛和楚墨尘回了沉香轩。小半个时辰后，楚墨风才回东院。一进门，他就看到大老爷脸色不好。他刚要说话，大老爷一巴掌扇了过来。世子和世子妃是怎么对娘的？你不是不知道，你还帮着他们，你真是要把娘活活气死啊！挨你爹一巴掌一点都不冤。爹娘要的只是镇南王府的爵位，我会拿到，但我不想他们死。会拿到？你怎么拿啊？这么好的机会都让你给错失了，这下一次要等到什么时候？四弟死了，就更没人和三弟争了。我救了三弟，他会比以前更信任我，我会让他和三弟争斗，互相消耗。你！大老爷气得恨不得再给他一巴掌。滚出去！等他出去了，大太太望着大老爷，好了，你也别生气了，想要世子命的人多得很，他能逃过一回，我就不信他每一次都能逃得过去。有你的好儿子帮着他们呢，想要他们的命谈何容易。再说明媛，丫鬟拎了热水来，喜儿帮她剪掉身上穿的衣裳，看着明媛雪白肌肤上一块红一块紫，喜儿豆大的眼泪直往下掉。没事，一点皮外伤，抹上药膏1晚上就好了。你家世子妃我福大命大，没那么容易死的。这么多人想要世子妃的命，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楚墨尘缴上了药后，就拿着药膏让赵峰推他去南墨轩找楚墨风。大少爷，世子爷来了。就说我不在。丫鬟默默地看了眼一旁的楚墨尘。大哥。楚墨风没说话，楚墨尘直接推门，然后从轮椅上起身走了进去。世子爷真的能走了？楚墨尘一进门就看到楚墨风手一动，将桌子上一幅画卷起来，速度有点快。见楚墨风脸上5根指印，楚墨尘一股怒气涌到胸口。是大伯父打的？我没事，脚崴了怎么不在沉香轩歇歇？找我说话，改日也一样。你手受伤了，我给你送药膏来。楚墨风的手虎口处有些皲裂，是为了救明媛的时候受的伤，不仔细看察觉不出来，但楚墨尘注意到了。大哥，你真是太糊涂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话还没说完，看到楚墨尘在，他脸涨红。三哥怎么也在啊？进来之前也不知道敲门，规矩呢。听丫鬟说你为了救四嫂差点摔死，我来看看你。他伸手去拽楚墨风的胳膊，结果手不小心碰到桌子上的画，画铺展开。楚墨风连忙把画合上。又是这幅画，有什么好看的？不是你画的吗？弄坏了再画一幅就是了。楚墨风把画卷好，可是他速度再快，楚墨尘也看清楚了那幅画。他心往下沉了沉。那幅画的题词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大哥他
是单纯的喜欢这句诗，还是喜欢写这句诗的人呢？我没事。怎么能没事呢？听丫鬟说，我都心惊胆战的。爹娘就大哥你一个儿子，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爹娘想想啊。还有四嫂也是，明知道出府有危险，还不知道警惕，偏偏遇到事儿，倒霉的都是别人。鱼儿心直口快，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大少爷，世子爷，王妃来了。母妃，她怎么来了？真的好了，腿没瘸。母妃，丫鬟的话你也信？总算是能站起来了。母妃盼这一天盼了多久？世子妃真是个福星啊！王妃喜不自胜。啊，怎么突然就能走了？就是，之前肯定能走几步了。四哥是不是一直瞒着我们呢？怕腿没好全，所以多养养，没跟母妃说。是我以为父王告诉你了。楚墨尘直接把锅甩给了王爷，别人不知道，王爷是知道明媛会医术的。王妃便没说什么，转而向楚墨风道谢。二婶客气了，四弟有危险，我这个做大哥的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你是个好孩子，你们两兄弟聊天吧，我就先走了。哎呀，是他自己不说，被你责问就把黑锅甩给我这个父王，有晨儿这般做儿子的吗？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晨儿的腿是世子妃帮他治好的。世子妃治的？这怎么可能？难道在王妃眼里我就那么人傻钱多，相信冲喜能让晨儿站起来，所以就一掷20万两？难道不是吗？王妃没回答，但脸上刻着这几个字。到底怎么回事？世子妃嫁给四皇子前夕马车出事，坠落悬崖，她是在悬崖底下救的晨儿，是为了给晨儿救命，以毒攻毒，才导致晨儿双目失明。我是知道她医术高超，才不惜一切代价帮晨儿娶她过门。至于江湖郎中，根本子虚乌有，是晨儿的暗卫假扮的，医术高超的只有世子妃一人。等王妃出书房，他都还没能彻底接受这件事。他恍惚想起来件事，那就是楚墨尘和苏家姑娘定亲后，苏家曾带了位大夫来给楚墨尘治病。把伤疤撇开不提，可不就是明媛吗？王妃，出什么事了吗？啊，没事。还看看你脖子上的伤怎么了？楚墨尘耳根微红。这铁链怎么办？世子爷，世子妃，开锁匠来了，快让锁匠进来。让锁匠在正堂等着，这样子不让我看，他还想外人看不成？喜儿拿了薄纱来帮明媛裹着，楚墨尘还觉得不够，用披帛把明媛双臂裹得严实不透风。这样子我怎么出门啊？出不了门，让锁匠进来吧。喜儿捂嘴一笑，过去请锁匠来。打不开。不止这一个锁匠，号称京都开锁王也打不开，甚至大理寺大牢内关着的号称这世上没有他打不开的锁的道王都叫了来，还是没辙。我这是一下子砸了多少人的招牌啊！我可不想带着铁链过一辈子。放心，不会的，你大哥给的玉佩是假的，他们要想拿到真玉佩，只能拿钥匙来换。我大哥手里怎么还有一块假玉佩？楚墨尘摇头。你受惊，明天定北侯府肯定会来人探望你，到时一问便知。明媛郁闷地抓着铁链，有点昏昏欲睡。出大事了！一边是出大事，一边是双眼泛光的小模样。快说，快说，出什么大事了？三少爷要娶穆家表姑娘了。不是吧？这边狼环郡主还没凉呢，啊呸，他还没失宠呢，楚墨行就要娶穆烟了。到底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今儿有人约了楚墨行去游湖，等到了地方一看，不只有约他的人，还有多出来的人，比如穆烟。后来大家提议划小船，楚墨行和穆烟被分到一条船上，不好拒绝，表现得和穆烟避讳，楚墨行也就认了。再后来穆烟落水了，楚墨行知道自己被算计了，而且算计得死死的，他心生嫌弃，却也不得不救穆烟。去禅辉院看看，
回来告诉我。喜儿求之不得，欢快地应了一声，就屁颠屁颠地跑去了。怎么不说了？不是都很好奇相公会不会娶木表姑娘吗？你别多心，醒儿对你情深意重。我知道，相公跟我发过誓，他这辈子绝对不会娶平妻，有违此事不得好死。虽然不少人拿誓言不当回事，可保不齐这哪天啊就成真的了。我相信相公不会是这样的人的。他笑着说不得好死，一屋子人背脊都发寒，觉得他可怕。相公不忍心木表姑娘淹死，伸手相救。穆家要是觉得相公毁了木表姑娘的归玉，非要相公负责，郎环无话可说，但只能委屈木表姑娘做妾了。我想一个差点去阎王跟前报道的人还能活着，成为相公的妾室，该知足了。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替和邢儿有婚约的汉儿打抱不平，觉得给郎怀你一个妾的位置，你就该感恩戴德了。可三少爷跟我们郡主发过誓。誓言？哼，那东西我早不信了。郎环郡主气得转身就走。三弟妹，你这是做什么？我能做什么？邢儿如今回了王爷王妃膝下，她是不是娶平妻我也管不着，我只是心里不舒坦，说了几句实话而已。我是哪儿说错了吗？三少爷会违背誓言娶木表姑娘做平妻吗？我和三少爷又不熟，你应该问熟的人。楚墨尘当没听见，楚墨行是他嫡亲兄长，如果他真的娶平妻，这女人绝对会怀疑他们兄弟是一样的货色。问你话呢？这我哪知道？他是他，我是我。这么急于撇清关系，我可以当你给了答复吗？这女人。楚墨尘被他闹得没脾气了。郡主，爷回来了。我就说他们惦记你，你向我发誓有什么用？不还是着了他们的道？他们不还是要逼你娶平妻？我才说了几句，就教训了我一顿。我让你娶行了吧？我给他腾位置行了吧？是我疏忽大意了，你别哭，小心伤口。三婶说的也没错，你救了我，才非要娶我不可的。能娶我做嫡妻，怎么就不能娶木表姑娘做平妻？我反对，就是自取其辱。我伤了身子，1年之内都不能生养。你又年纪不小了，该有孩子了。我让你娶她做平妻。大哥都还没娶妻呢，我不着急子嗣。好，这可是你说的，我让你娶平妻，但你们要答应我，在我能生孩子之前，不许她先生。这是很大的让步了，让得楚墨行都觉得自己听错了。你这是不反对我娶平妻？我反对有什么用啊？木表姑娘是老夫人的娘家孙女儿，我若是反对，她必定不会支持你夺世子之位，我还不至于分不清轻重。四弟的腿已经好了，没有老夫人和穆家不遗余力的帮你，你还有什么希望？郎环郡主不止处处为楚墨行着想，还推他。快去说清楚。我想陪着你。我这样子不想让你看见，说清楚回来陪着也一样。楚墨行凑上去亲了一口，然后才走。哎呀，郡主，你怎么能答应他呢？帮三少爷夺世子之位，最后便宜穆家，王爷和王妃会活活气死的。急什么？我是答应了，可那也得看人家有没有那命嫁进来和我争。郡主，东王府派人来给你传话了。郎环郡主一脸不快，丫鬟上前说了几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郎环郡主深呼一口气，示意丫鬟附耳过来。她低声吩咐了几句，丫鬟这才离开。浑身都疼吗？我帮你上药。我是不习惯多了个铁链。再忍忍，要不我明天一早把玉佩是假的消息放出去。别，先听听我大哥的想法再说。再说了，他给人下了毒，这会儿他不好受，刺客更不好受。我倒是对岳母大人的身世更好奇了。我也很好奇。睡吧。夜里睡得不安稳，第二天早上反倒睡熟了。世子妃，该起床了。让我再睡会儿。钥匙的事儿有消息了。拿到钥匙了？还没有。不过刺客给王府送了封信来，让世子妃拿解药换钥匙。
明媛让喜儿把药箱子拿来，把解药拿给喜儿。爷去换钥匙？不是爷去，刺客让大少爷去换钥匙。让楚墨风去？刺客到底想做什么？楚墨风就等在沉香轩。大哥，放心吧，大哥不会有事的。拿着解药，他转身离开。楚墨风前脚走，后脚魏明成和苏轼就来探望明媛。见明媛裹着披风坐在床上，苏轼泪眼婆娑。娘，你来早了点儿，要是再晚点儿，我铁链都解开了。昨天回来的路上，苏轼就见到明媛了。楚墨尘急着带他回府，明媛只让苏轼别担心，并未多说什么。但是一夜，苏轼没能安睡。这会儿见明媛真没事，他才放心。大哥，你手里怎么还有一块玉佩？刺客一直在佛光寺搜查，就知道刺客有多想找到这块玉佩。从地里挖出来，他们不会信，所以我又重新仿造了一块，随身带着。这一块他们不会怀疑是假的。只是没想到他算准了刺客，却没料到会连累明媛。是大哥对不起你。那是什么玉佩？我和大哥也不知道，是一个人临死前交给大哥保管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大哥随身带着不放心，想着镇国公府安全点，就放在了相公这里。不过现在应该没事了。是真没事才好，为了块玉佩送命，要叫娘看到那玉佩，也非得给她摔碎了不可。世子爷、世子妃，穆王妃和清怡郡主来了。很快，穆王妃和清怡郡主就进屋来了。见明媛裹着披风，清怡郡主眼眶都红了。你受伤很严重吗？撞出来的淤青已经好了，只是双手有铁链，不好穿衣服，所以裹了披风。吓死我了！清怡郡主这才放心。穆王妃替楚墨尘高兴。哎呀，总算腿痊愈了。王爷手握重兵，令敌人闻风丧胆，世子以后要更加小心谨慎才是。楚墨尘点头表示谨记。昨儿在佛光寺，刺客挟持世子妃，威胁定北侯世子拿玉珏。那玉佩真的给刺客了？只是一块假的。啊，希望能骗过刺客。穆王妃急于知道给刺客玉佩是真是假，甚至跑来镇南王府询问，都等不及去见王妃，就直接来找他了。那块玉佩有什么用处？世子妃可以当那块玉佩能开启一座宝藏。能开宝藏？那玉佩放在明媛和辰儿这里也不安全啊。明媛扶额望着穆王妃，希望她能坦然相告。穆王妃轻摇头，不是她不说，而是不能说，怕明媛追问。穆王妃起身去见王妃，正好苏轼也见过明媛了，就和穆王妃一起走了。世子妃，郎环郡主被刺客挟持了。这么巧？听说郎环郡主是为昨儿三少爷救了穆表姑娘的事回东王府的，说是怕东王爷、东王妃怒气冲冲登门，所以特地起了个大早回门。他是吃错药了吗？再说楚墨风拿着解药去交换铁链钥匙，刚离开镇南王府没一会儿，就得知郎环郡主被刺客挟持的消息。当时楚墨风就脸寒如霜了。刺客让给他送信，让他去醉仙楼交换钥匙，楚墨风只能照办。闹够了吗？不够。见楚墨风一点都不诧异，郎环郡主拳头攥紧。你知道是我要世子妃的命。别逼我杀你。杀我？你以为我怕死吗？我怕的只有死不瞑目。长房肖想爵位，大伯父大伯母为此不遗余力，你这个做儿子的不帮忙就算了，还处处拖后腿。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难道你就不想将来手握重兵，权倾天下吗？这与你无关。他的嫌弃几乎都挂在脸上，如果不是为了钥匙，他根本不愿意和他多说一句。明明都把镇南王世子妃抓到手了，一刀捅下去很难吗？非要拖拖拉拉，让马车坠落悬崖，结果呢，他再一次脱险了。楚墨风从怀里掏出解药，放在桌子上。钥匙呢？那女人那么奸诈，我怎么知道这解药没有问题？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得和你一样。你！郎环郡主气得想将他千刀万剐，
来人，给我揍他，给我狠狠地揍！他话音未落，屋子里就多了2名黑衣人。你要敢反抗一下，我绝对不会把钥匙交出来。2黑衣人走过来，结果楚墨风身子一闪，一脚横扫。你敢？可是下一秒，他的话就都湮灭在了喉咙里。你说我敢不敢？大少爷，你放了我家郡主吧。别求他，我倒要看看他的心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狠。这会儿只怕整个镇南王府都知道你狼环郡主被刺客挟持了。我若是杀了你，你说会不会有人怀疑是我杀的？丫鬟抓着楚墨风的手，求他放了狼环郡主。楚墨风手一掀，就把丫鬟甩开了。把钥匙给他。丫鬟捂着胳膊，从怀里掏出钥匙，颤抖着手送过来。楚墨风一把抓过钥匙，转身便走。只是他前脚出门，后脚狼环郡主就把桌子掀翻了。大哥，狼环呢？你怎么没救他出来？三弟觉得狼环郡主需要我救吗？楚墨行怔住。大哥这话的意思是？这是把假钥匙。楚墨风就站在珠帘外，他的脸阴沉的仿佛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乌云密布。还是被他给耍了。我再去帮你拿钥匙。明媛还有话说呢，结果人家连个背影都没给他留。先前还有解药能做交换，现在没有解药，刺客怎么可能把钥匙给他？是解药没错。其他刺客服下解药，然后拿刀架着狼环郡主的脖子出了醉仙楼。等出了城，刺客就丢下狼环郡主，骑马离开。楚总管要带人去追。不用追了。可钥匙还没拿到手，他们给大少爷的是把假钥匙。钥匙我拿到了。大少爷都拿不到的钥匙，郡主却拿到手了。狼环郡主坐马车回府，直接把钥匙给了小厮，匆匆送来沉香轩。世子妃要试试吗？我也想知道这把钥匙能不能打开锁。喜儿不抱什么希望，但是钥匙插进孔里，轻轻一转，就听到锁打开的声音。喜儿欣喜若狂，明媛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悦。原来要我命的是他。楚墨尘让喜儿把铁锁拿下去扔掉。扔掉做什么？留着，指不定以后会用到。喜儿眨巴眼睛望着他，不懂哪有用到铁锁的地方。弄清楚这块铁链是什么材质打造的，给我打造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楚墨尘点头，让赵峰去办这件事。准备热水，我要沐浴。再给我准备厚礼，我要去好好谢谢狼环郡主。他刚出门，丫鬟就告诉他，狼环郡主在老夫人那儿。那就去长辉院。世子妃铁链打开了，我还以为刺客是骗我的。这回多亏了三嫂给我带回钥匙，否则我这辈子怕是要带着铁链过活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以前狼环多有得罪。哪儿的话，你带回钥匙，我感激你一辈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激，挑了点礼物，还请三嫂收下。浮云轩离沉香轩那么近，怎么送礼送到长辉院来了？莫不是送给我们长辈看的吧？大伯母教训的是，明媛只是急于向三嫂表达谢意，没有想那么多，下次不会了。应该也没有下回了。这一回是明媛连累了三嫂，脖子掐成这样。喜儿，去拿去淤青的药膏来。喜儿俯身退下。大嫂伤成这样，看过大夫没有？已经派人去请了，还没来。明媛点点头，站到一旁。等了约莫半盏茶的功夫，太医就来了，坐下给狼环郡主把脉，眉头越来越皱。没事吧？郡主似乎中毒了。我怎么可能会中毒？没人会给我下毒啊！一个念头呼之欲出，他猛然望向明媛。是他给我下毒的。太医有办法给狼环郡主解毒吗？太医摇头，刚摇完，狼环郡主就面容扭曲了，疼得他在地上打滚，把一屋子人都吓了一跳。太医，你快救郡主啊！说得好像我故意不救狼环郡主似的，要是能救，我肯定救啊！喜儿拿了祛淤青的药膏回来，明媛又吩咐道：去把江湖郎中留给我的解毒药方拿来。世子妃这是糊涂了吗？那
这么好的药方也随便送人？不去啊！世子妃固执己见，喜儿能怎么办？只能去拿药方了。她接连跑了2回，有些体力不支了。不过更惨的当然还是郎环郡主了，在地上翻过来滚过去，叫得歇斯底里。楚墨行想点晕他，被明远阻拦。点晕他没用，这么疼，他还是会疼醒过来的。世子妃说的没错。喜儿把药方送进屋，给他一看，能不能救郎环郡主？太医接了药方是赞不绝口，他把药方给郎环郡主的丫鬟，让丫鬟拿去抓药，煎给郎环郡主服用。然后明媛就坐在那里，一脸焦灼地看着郎环郡主疼得死去活来。郎环郡主几次瞪向明媛，明媛淡笑以对。我这份回礼，你可还满意？王妃坐在一旁，看看郎环郡主，又望望明媛，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后郎环郡主疼晕了过去，被楚墨行抱回浮云轩。都怪我和相公中了敌人的奸计，连累了郎环郡主。也不知道那解毒药方管不管用。明媛不放心，要跟去浮云轩看看。等出了长辉院，四下无人处，到底怎么回事？别骗母妃。大哥都带不回来的钥匙，三嫂却带回来了，母妃不觉得奇怪吗？是挺奇怪的。绑架三嫂的是东王府暗卫，他到底要做什么？他为什么要把钥匙带回来？大哥识破了他的诡计，他脖子上的淤青是大哥掐出来的。郎环怎么变得这么心狠手辣了？丫鬟抓了药，然后煎好，为郎环郡主服下。可惜一点用都没有。太医摇头，丫鬟扑通一声就给明媛跪下了。世子妃，你救救我家郡主吧！别急，我一定想办法找江湖郎中来给你家郡主解毒。他对我的恩情，我实在无以为报。话还没说完，明媛就一脸惊恐了。郡主，你的头发。我的头发怎么了？他一把掀开被子下床，他速度很快，快的丫鬟都没反应过来，他就从床上摔了下来。两丫鬟把他扶起来，郎环郡主往梳妆台走，才看了一眼，他就把梳妆台上的胭脂水粉全部推到了地上，哐啷啷摔了一地。看着他癫狂，楚墨行心痛不已，伸手将郎环郡主点晕。郎环郡主晕倒在他怀中，被他抱到床上。这事儿该如何收场啊？王妃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出了浮云轩后，她去找王爷。这几天她找王爷的次数比这2年的都多。这事儿啊，你就当不知道吧。郎环和明媛应该都心里有数。王妃叹息一声，除了当不知道，她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中毒？还能是谁？肯定是世子妃给我下毒的。又是他。母妃，他肯定是知道昨天马车出事是我东王府算计他的。世子妃明明知道，他还装出一副感恩戴德的模样，给郡主送东西感谢，又给不管用的解毒药方，还说会给世子妃请江湖郎中来治病。说得好听，但问他什么时候请江湖郎中来，他又说不知道，会尽量去找。别怕，既然知道是世子妃给你下毒的，就一定有办法解毒，拿到解药就能白发变青丝。安慰了郎环郡主一通，东王妃就去找王妃了。郎环病成那样，还惦记三少爷娶平妻的事儿，我这个做娘的心如刀绞。我知道老夫人他们什么打算，事关木表姑娘的归玉，她就和当初的郎环一样。我东王府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我只有一个要求，等郎环毒解了，再让木表姑娘进门。王妃没说话，三太太就道：郎环郡主中的毒，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总不能他1年不解毒，1年不让木表姑娘过门吧？半年为限。三太太没说话，端茶清啜。半年时间，她无所谓，老夫人和穆家不会答应的。东王妃心里清楚，所以出了恒芜院，她就去找老夫人。那这么说，给郎环郡主下毒的
是世子妃了。就是世子妃给郎环下的毒。世子妃这么凶狠，看把郎环给害成什么模样了。木表姑娘在世子妃手里也没讨到过便宜，晚些再进门，对她没坏处。他不是不让木表姑娘进门，只是晚半年而已，不过分。再者，他有言在先，只要郎环郡主毒解了，木表姑娘就是明儿过门，他也不反对。也就是说，要想木表姑娘早日过门，就只能帮郎环郡主从世子妃手里拿解药。老夫人笑道：我心里有数。东王妃小坐了会儿，就和老夫人告辞。临走前，东王妃瞥了大太太一眼：我送你出府。出了长辉院，大太太望向东王妃。东王妃是有话与我说。大太太可知郎环脖子上的伤是谁掐出来的？大太太一脸不解：是你的好儿子掐的。郎环不愿意交出钥匙，他一气之下掐的。这个逆子！看到大太太生气，东王妃嘴角一抹笑忽闪而逝。郎环告诉我，说大少爷喜欢世子妃。这不可能，我的儿子眼光不可能这么差。我也希望不是真的，我只希望大太太能帮郎环拿到解药，我东王府一定感激不尽。先拿3000两去，等得空了我就去看他们。老爷这是要去看谁呀？呵呵，官场上的事而已，怎么怒气这么大呀？大太太觉得大老爷有事瞒着她，但没追问。方才东王妃告诉我说凤儿喜欢世子妃。这怎么可能？我也觉得不大可能啊，但你应该注意到，凤儿从来没叫过世子妃，她都是叫她魏姑娘。这么点小事儿，你生这么大气做什么？小事。哎呀，这自古啊，英雄难过美人关。凤儿要是真喜欢世子妃，只能去抢。我不喜欢世子妃那样的儿媳妇儿。那是将来的事儿啊，这么早生气做什么？大太太气不过，她去南墨轩找楚墨风。哎，娘怎么来了？大太太走过去，随手拿起来，看着书上面的批注，眉头皱紧。是王爷给你的？是。大太太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随手就扔窗外头去了。就因为王爷时不时的给你一点蝇头小利，你就连谁是你的亲爹娘都忘记了。书没有错，娘何必拿书出气？这些兵书你爹没有吗？你是不是觉得你爹带兵不如王爷，不屑于跟你爹学呀？楚墨风没有反驳，骂了几句话，大太太有气都没地儿撒，一屁股坐下，半天没说话。娘怒气冲冲的过来，是找我有事？郎环郡主脖子上的伤，当真是你掐出来的？是我掐的。就为了帮世子妃？不全是帮她。什么叫不全是？我不能把解药给了刺客，却拿不回钥匙，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好，我将来如何执掌兵权？既然你和世子妃都心知肚明，你去找世子妃拿解药救郎环郡主。母妃执意要帮郎环郡主，不该帮吗？我可以帮郎环郡主去找四弟拿解药，但要了这一回，下回呢？娘要我好不容易积攒的好感，为了郎环郡主败光吗？何况郎环郡主对娘，并没有娘想的那么好。那1000遍祈福佛经，不是道士让娘抄的，是郎环郡主让你抄的。是他，我对他哪里薄了？没想到背后居然这样算计我。当年那件事，他还记在心上呢。娘，现在还要我帮着拿解药吗？过段时间再说。丢下这一句，大太太转身离开。唉，虽然知道没什么可能，但希望娘以后能离郎环郡主远一点吧。三嫂别急，相公已经让人去找江湖郎中了。能找得到吗？有点困难，但总会有希望的。就是这副模样，让郎环郡主恨得牙根痒痒。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和我装傻充愣有意思吗？有意思。你要怎么样才肯给我解药？没要你的命，已经是我心慈手软了。你该感恩戴德，
而不是质问我。你是要和我东王府作对到底了？说的我好害怕呀！没和我作对到底，都差点要我小命，让我跌落悬崖，死无葬身之地了。这要和我作对到底，还不得把我挫骨扬灰啊！狼环郡主嘴里咬出了血腥味儿。你倒是给我提了个醒，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与其被你们东王府惦记，处心积虑的害死，不如我先下手为强，要你东王府满门的小命。你敢？兔子急了还咬人，你说我敢不敢呢？以前就是对你太宽容了，才叫你当我好欺负。这一次，让你尝尝得罪我的滋味。你也别急，这头发不用解毒，1个月后就会自己变黑。不过那时候你会一天老过一天。等你脸上长满皱纹咽气的时候，你会有一头人人羡慕的墨发。他无法想象自己苍老长满皱纹的样子，他已经不敢照镜子了。他不要变老。丫鬟跪下来求明媛饶了狼环郡主。你一个小丫鬟，在本世子妃跟前很有面子吗？世子妃，您大人有大量，就饶了我们郡主这一回吧，他一定不会再犯。有句话叫狗改不了吃屎。世子妃这粗口，爆得带劲儿。本世子妃给你家郡主反省的机会也不是1回2回了，上回就警告过他，不要再惹我。很显然，再一次把我的话当成是耳旁风了。世子妃，当真就不能给狼环一次机会？你的枕边人差点害死我就算了，他还差点要了你骨肉兄弟的命。看来三少爷一点感触都没有。楚墨行的脸隐隐难看。也是，隔房长大的，怎么会有亲兄弟的感情呢？大少爷也是隔房的。这一记巴掌扇过去，楚墨行的脸都青了。那只能说明三少爷你重色轻手足了。一个把我和相公生死不当回事的人，三少爷以为我会把你们的命当回事吗？三少爷已经赎过我们郡主了。是吗？可惜我没能看见。四弟妹。楚墨行眼神带了几分哀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求我也没有用。你们要解药我可以给，但我差点没命，这口恶气我咽不下。你们去和王爷王妃坦白，东王爷和东王妃带上厚礼去定北侯府向我爹娘承认教女无方，我一定把解药双手奉上。舍不掉脸的话，就舍命吧。丢下这一句，明媛抬脚离开。天这么闷，怕是要下雨了。周妈妈说，这一场雨可能要下好几天。那早些来探我狼环郡主。明媛到底没再来。吃了午饭后，他刚要出门，天上就下起了雨。他在门外看了会儿雨，就回屋歪着了。这场雨比预料中的大，下的也比预料中的久，断断续续下了7天才停。世子妃，这么好的天气，咱们去花园里走走吧。这一场雨下得这么大，花园里的花估计都被打得七零八落，没什么好看的。这么好的天气，应该去逛街。明媛去书房找楚墨尘。天气这么好，去街上逛逛吧。你不怕再出意外？难道我这辈子都不能逛街了？过些天吧。过些天就能保证不会出意外了？过些天街上没有流民了，我再带你去。流民？历城一带发生水灾，受灾百姓不计其数，因为距离京都不过200里，流民进京求生。这会儿街上乱得很。世子妃，老夫人让你去长婚院一趟。还没有江湖郎中的消息吗？没有，他们和狼环郡主关系那么好，难道狼环郡主没有和他们和盘托出他是怎么3000青丝变白发的吗？还是说都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明媛还在走神，结果老夫人道：这2天街上多了不少的难民，鱼儿提议施粥帮助那些难民，你若是没事的话，就和他们一起吧。在哪施粥？四嫂是怕出府会出意外吗？有点，但施粥赈灾是好事儿。就在王府后门。就在王府外施粥吗？有何不妥吗？难民进城，便
并非什么好事。在内城施粥，无疑是把他们引过来。王府应该不会一日三餐都施粥吧？最合适的施粥地点应该是城外。世子妃说的不错，等大厨房熬好粥和馒头，你们就去城外施粥吧，注意安全。下雨之前，孙贵妃就传召我进宫，这会儿天晴了，我先进宫一趟。下雨之前，大嫂不是进宫过吗？大太太笑了笑，并没说话。找你去何事？一会儿我要去城外施粥，你去不去？我也去吧。明媛让喜儿给她挑一身方便点的衣服，只是喜儿翻箱倒柜了半天，然后告诉她，没有世子妃要的衣裳，能不能穿男装啊？不是，你一个人去肯定不行。真是麻烦，是不是一起去关系很大吗？世子妃怕弄脏衣服，那奴婢帮你施粥不就成了吗？拿一套你的衣服给我不就成了吗？喜儿默默地望向楚墨尘，让他管管世子妃。去拿吧。四哥一起去，是怕四嫂有危险吗？我是怕别人有危险。这厮会不会说话呀？好像我是祸害似的。四哥说的对，四嫂出门确实是别人要更担心一点，是心怀叵测的人更担心一点。在马车内，明媛把身上的裙裳换下来，等到了城外，楚瑜就见到一个丫鬟打扮的世子妃。四哥都说了，遇到四嫂啊，危险的是别人。四嫂怎么还这身打扮啊？这样施粥比较方便，我不是来玩的。我们也不是来玩的。先前那身衣服我没法干活，不代表你们不可以。要不我们也换成丫鬟衣裳吧？凭什么啊？楚瑜在他耳边嘀咕了两句，楚科转身吩咐丫鬟，快回去给我们拿丫鬟衣裳来，挑干净没穿过的。明媛和喜儿他们已经开始施粥了，楚瑜他们还在等衣裳。等他们换好衣服过来，便发现来城外施粥的人多了不少。居然这么多施粥的。更奇怪的是，都是来城门口施粥，难道他们都和姑娘想到一块儿去了？世子妃，孙贵妃向皇上提议，城内不许施粥，要施粥一律到城外，这样就可以把难民引向城外，不仅能便于管理，城内百姓还能安心做生意。皇上觉得这提议不错，便张贴了告示，所以他们才来城外施粥的。大太太进宫见了孙贵妃，会不会是她？明媛朝喜儿摇头，让她别乱说。但喜儿觉得大太太赶着进宫，就是觉得世子妃的主意不错，赶着去给孙贵妃送功劳的。别气了，快点施粥。喜儿嘟着小嘴，把粥盛给那些难民。施完了粥和馒头，明媛也累得腰酸背痛了。想到什么，明媛在喜儿耳边嘀咕了几句。世子妃，明儿咱们还来吗？听德顺公公说，皇上派了小公公在暗处盯梢，谁赈灾几天都记下来。我能不来吗？必须一天不落啊！比起名上，一点米粮算得了什么？虽然明媛说得很小声，但她身边正好有两个小丫鬟路过，听到明媛说这话，当即跑过去告诉他们家姑娘。又正好他们家姑娘和手帕交在一起，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开了。你帮皇上这么大的忙，要不要我进宫帮你讨赏啊？我是帮难民，当然你要帮我讨点赏赐回来更好。怎么是四嫂帮皇上的忙？明明是孙贵妃帮皇上出的主意，没有这么往身上揽功劳的。施粥完了，你们是留下再看看，还是一起回府？当然回去了，这些难民有什么好看的？再说了，明天不还得来？下马车的时候，明媛换回原来的裙裳，楚瑜他们还是一袭丫鬟打扮，总是慢明媛一拍，不由得暗气。世子妃怎么就这么特殊些呀？不应该和王府的姐妹保持一致吗？娘，四嫂和我们一样，施粥的时候是穿丫鬟裙裳的，只是在马车内换了回来而已。还是你们聪慧，知道换成丫鬟打扮，不显山露水，才更显得诚心。楚瑜、楚代他们略尴尬，但没有说破。明媛小坐了片刻，就俯身告退了。听说皇上派了公公暗中观察满朝文武都有谁施粥了，
明儿我们还得去。这事儿大嫂知道吗？我没听孙贵妃说这事，不过皇上既然是暗中观察，肯定是考验朝臣对朝廷的忠心。皇上果然英明。只是既然是暗中观察，怎么就传开了？不知道是谁传开的，反正就这么传开了，好像是从德顺公公的嘴里传出来的，肯定不假。皇上，您可要相信奴才啊，奴才可不敢假传圣旨。德顺公公跪下向皇上请罪，假传圣旨是死罪，他担待不起。到底怎么回事？起来说。也不知道是谁传的，说皇上暗中派人观察城门口都有哪些人施粥，让人偷偷记下，说是考验臣子们的忠心呢。还说这话是从奴才嘴里传出去的，奴才几时说过这话了？是谁做了好事往你身上摁的？皇上，您不生气？那些难民虽然不多，朝廷要施粥的话也不少。现在这话传出去，一堆人抢着施粥，给国库减轻点负担没什么不好的。这话朕是没说过，就当是朕说的。明儿你去城门口看两眼，证明这流言不虚。伺候皇上这么多年，还没见过假传圣旨，最后皇上把圣旨补成真的。打听下，看是谁这么聪明。德顺公公连忙应下。哎呦，德顺公公怎么亲自来城外视察了？皇上让咱家盯着城外，这事儿咱家没对外说过，怎么就传开了？惹得皇上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到底是谁传开的？德顺公公脸一沉，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就把明远捅了出来。居然是他！奴才刚到城门口，正好镇南王府施粥完离开。满京都有镇南王世子妃这么聪慧的大家闺秀不多见，三两句话呀，就让这么多人争先恐后的施粥。这一回水灾，不用国库派粮，这些涌入京都的难民就都能填饱肚子了。虽然手段不够光彩，但心地良善，胸怀天下。皇上可得好好奖赏一下世子妃呀。是得好好奖赏下，把新进贡的果子送2箩筐去给他。这事儿你知道不就成了吗？怎么还闹得人尽皆知了，给人家德顺公公添麻烦。我只是和丫鬟随口一说，没想到会被人听去，连王府我都没说啊，怎么会闹得人尽皆知呢？虽说你是无心之事，但在外人看来，你的嘴巴也太松了些，藏不住秘密。虽然明媛是惹得德顺公公不快，但消息传开，受益的人可不少。就是王府，应该也不会天天都施粥。别得了便宜还怪恶，这就不讨喜了。即便不是坏事，但也对我镇南王府名声造成恶劣影响。只怕这会儿外人会说咱们镇南王府收买了德顺公公，打听皇上的一举一动，施粥赈灾都是装模作样。然后大家一致决定要罚明媛抄家规，以儆效尤。抄家规就抄家规吧，又抄不死人，就当是练字了。就在明媛准备告退的时候，皇上赏赐的贡果送来了。皇上不是很生气吗？皇上起初很生气，但德顺公公说消息传开，赈灾的人多，百姓受益。皇上一高兴啊，就赏了2筐贡果。皇上圣明。来得太及时了，仿佛一场甘霖，把镇南王府对他的家规惩罚给冲没。也不知道皇上赏了些什么果子，明媛一会儿让丫鬟送下来给老夫人，还有2位婶娘尝尝。老夫人没说什么，神情晦暗莫测。楚墨尘进屋，见他抱着杨梅罐子吃得欢畅，他都不敢近前，隔得那么远，他都感觉到牙酸了。有那么喜欢吃？当然了，你要不要尝尝？不用了。明媛拍拍手，指挥喜儿和雪雁把贡果分分，送点去定北侯府，再送去点苏家，之后再分给老夫人，剩下的自己留着慢慢吃。
我看施粥的时候，不少难民都在咳嗽，应该是感染了风寒。明儿给他们把脉，熬些药给他们吃，填饱肚子固然能不死，但风寒不治，极有可能会要他们的命。四嫂，你去哪儿？你们施粥吧，我给他们把脉施药。四嫂学医才几天啊，不会是想拿这些难民来练手吧？铁定是了，他还真是不把这些难民的小命当回事儿，也不怕把他们治出什么好歹来。世子妃，大姑娘说你施药不是真心的。无需理会他们，我问心无愧。小厮抬了桌子来，喜儿把带来的笔墨纸砚摆好，明媛坐下来，很快就排了长长的队伍，足有20-30人。最先诊脉的是个妇人，怀里抱着个孩子，骨瘦如柴，咳嗽声一声比一声重。喜儿站在一旁，都有点担心明媛被过了病气，这么多大家闺秀，也就世子妃不忌讳。给他们把脉后，明媛没有开药方，而是示意后面的人过来给他们把脉。是不是没救了？别多心，不会有事的，先在一旁等候。一连给5-6个人把脉，却没开一张药方。我果然没猜错，他就是装模作样的。给第7个人把完脉后，明媛神情凝重，吩咐喜儿去把爷叫过来。楚墨尘正和魏明成在聊天，定北侯府施粥，苏轼和魏明慧都来了，魏明成陪同左右。怎么了？这次灾民的病情跟我想的不一样。是瘟疫吗？明媛点点头，没有耽搁，楚墨尘就骑马回王府找王爷。不过王爷不在王府，他被皇上召进宫议事，楚墨尘就直奔进宫了。不是陪世子妃施粥吗？怎么进宫了？不少难民病了，世子妃给他们把脉，发现是瘟疫。世子妃能治瘟疫吗？应该可以。趁着瘟疫还没有蔓延开，赶紧让世子妃替他们医治。还有京都之外的难民呢？让世子妃写下药方，朕即刻派太医去治瘟疫。未免瘟疫蔓延开，楚墨尘建议京都四下流窜的难民全部送出城，派兵看守，严令不许他们到处乱跑。这事儿朕交给你去办。你们先回王府吧。四嫂做善事，却拦着不让我们做吗？你们不怕染上瘟疫，我自然不会拦着。瘟疫？四嫂，这可不是小事，你可不能随便乱说呀。楚代拽他云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回府吧。回去之后，身上的衣服烧掉，让丫鬟小厮把不要的旧衣服收拾出来送来。另外，在官兵来之前，瘟疫的事不要宣扬，以免引起恐慌。很快，楚墨尘就带了官兵来把守城门口。要怎么做？你写下来，我让人去办便是。这些难民有些感染了，有些没有感染，要将病的隔离开，以免扩散。还有，他们喝进肚的水必须烧开，最好是能让他们洗澡，把身上的衣服全部烧掉。怎么就出现瘟疫了？没听说有难民死啊。听说是镇南王世子进宫禀告皇上的，皇上把控制瘟疫的事交给他了。皇上派哪位太医离京去治瘟疫啊？皇上打算派赵院正去，孙贵妃觉得应该留赵院正在宫里，以防万一，便派了刘太医去。不是我们的人。不知道萧小少爷大驾光临，所为何事？我是为了你的药丸来的。你给我送药丸的时候啊，正好右相夫人在，母妃就分了她一半。父王说京都有钱的人多，怕死的人更多，这药丸可以拿来卖钱，挣的钱可以用来赈灾。正好我闲得没事，多调这些药丸放你铺子上卖。那卖多少钱合适啊？5000银子一颗。你一看就不是个合格的奸商，我都比你厉害多了。我说1两银子，父王说便宜了。这么好的药丸，怎么也要卖2两一颗。小屁孩，你亲爹是要把你打成奸商啊？听你父王的。那我就回去让人准备横幅了。下午送去。明媛打算送萧小少爷出府，结果他不让，自己拎了个小包袱离开，潇洒不羁。
等到傍晚的时候，铺子排了长长的队伍，要买的人多，怕是不够卖。不够卖怎么办啊？大家都等了许久了。一人最多只能买20颗，应该够分了。服用效果好，再让他们来买。掌柜的连连点头，然后把牌子挂上。四嫂，来找我有事？我是来找你拿药丸的。药丸放在萧小少爷铺子上卖了，你们要的话，让小厮去买就成了。2两银子1颗，1天服用1颗就可以了。四嫂，药丸卖的钱是用来赈灾的，你们多买点，就当是我镇国公府做好事了。我手里仅剩的药丸，一半给狼环郡主，一半给大少爷。楚墨风救过他，狼环郡主帮过他，事情没有捅出来，面子还是要顾着的。钱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会儿有钱也买不到。明远想了想，吩咐喜儿拿10颗来给大姑娘他们，管够今天，明儿一早就能买到了。四嫂，10颗不够分啊。那就15颗吧，多了没有？他们走后，明远让喜儿给楚墨风送药丸去，他则带着清杏去了浮云轩。这是防瘟疫的药丸，3嫂记得服下。瘟疫把我毒死，不称了你的心吗？你说的很对，但外人的看法，我还是要顾及下的。我可不是没良心、知恩不图报的人。狼环郡主气血翻涌，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我就不打扰3嫂休养了，告辞。我倒要看看他能扛到什么时候去。只是没过2天，更大的噩耗传进京。京都200里外的历城瘟疫蔓延，一夜之间死了数百人，牲畜无数，遍地哀嚎。皇上不是派了太医去医治瘟疫吗？皇上的确派了太医去，这么大的事儿，没人敢不当回事儿。难道瘟疫不一样？这些难民就是从历城来的，应该是一样的。而且瘟疫不会一次就死上百人，那些抵抗力弱的会先扛不住。太医就算医治不了，也会尽快上报朝廷吧？怎么会拖到今天？世子爷、世子妃，皇上急让你们进宫。皇上不让恒儿去治瘟疫，莫非是打算让镇南王世子妃去？臣妾知道镇南王世子妃在学习医术，也误打误撞地救了栖霞郡主母子，但她毕竟年纪尚轻，这瘟疫不是小事。之前皇上就是让太医拿了他给的药方去历城治疗瘟疫，结果呢，历城百姓是死伤无数啊。皇上派太医带药方去的，我相信太医一并带去的不只是药方，还有脑子。药方服下2天没有效果，就该换方子了。这都过去多少天了，没有效果还继续服用他开的药方，稍微有点医术的大夫都不会这么做。除非去的压根儿就不是太医。皇上，你看他怎么跟臣妾说话呢？好了，恒儿不是大夫，他去历城能管什么用？退下吧。如果皇上传我们进宫是让我们去历城解决瘟疫问题，不妨让恒王一路同行。本宫才不会让恒儿与你们一起。说完，孙贵妃朝皇上俯身。没事的话，臣妾就先回宫了。孙贵妃走后，恒王也告退。历城一带瘟疫横行，你们即刻就出发，朕让赵院正与你们同行。瘟疫严重，也能互相商议。时间紧迫，明远和楚墨尘退下，就回了王府。郡主，皇上派世子爷和世子妃去历城赈灾，这是好事啊！快去东王府，把这事禀告我父王母妃，我必须在世子妃离开王府之前拿到解药。丫鬟后知后觉，才知道世子妃离京对他们家郡主来说有多严重，当下不敢耽搁，匆匆回了东王府。世子妃，老夫人让你和世子爷去长辉院一趟。楚墨尘等在院子里，明远走过去。这时候老夫人找我们去做什么？去了就知道了。臣儿和世子妃还赶着去历城，没有什么要紧事，就不要耽搁他们。父王母妃，狼环知错了。知什么错了？世子妃当日出事是狼环之过，狼环不怪世子妃给狼环下毒，让狼环一头青丝变白发。怎么会是你害世子妃的？看来过了这么多天，三嫂是想通了，要拿当日的真相向我换取解药，莫不是担心我此去历城有命去没命回吧？怎么会？四弟妹福大命大，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回来的。
三嫂是怎么算计我的？有劳详细说与我们听听。哼，我都赔礼了，这还不够吗？三嫂在说之前，还是先发誓保证说的都是真的吧。我不想自己前脚离京，后脚逼迫你狼环郡主下跪背黑锅的消息就传遍京都了。世子妃不要太得理不饶人。我没有拿刀架在狼环郡主脖子上，逼他跟我赔礼道歉。他要我的命，我只要他一头青丝。这世上应该找不出我这么宽厚的了。哦，忘了，大伯母最宽厚，别人要你的命，你还能淡笑相对，名媛佩服，但做不到。大嫂偏袒狼环，我管不着，但我镇南王府不允许有这么是非不分的人。既然决心认错，当日之事就详细说与我们听。我本意是想给世子妃一个教训，绑住她的手，吓唬吓唬她。我没料到会出意外，害她差点坠崖。停，在这里发个誓，如果有半句谎言，将来不得好死。不要太过分了。这有什么过分的？镇南王府不把誓言当回事的多了去了。我还相信誓言这么天真已经很难得了。如果狼环郡主所言不虚，何惧发誓？说完，明媛望向狼环郡主。三嫂，我说的没错吧？是，四弟妹说的没错，狼环不是存心要世子妃的命，不惧发誓。我相信三嫂是真心赔礼道歉的，我也相信东王府会带上赔罪礼，去定北侯府向我爹娘认错。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的解药呢？解药我还没调制，等我和相公从历城赈灾回来就给你。别急，我们不会在历城多待。三嫂头发花白的样子也挺美的。你不是告诉我，只要我赔礼认错，即可把解药给我吗？你这态度，到底是在跟我认错，还是我欠了你一份解药没还啊？这么急着要解药，看来是真的怕我死在历城了。此行你们多带些护卫和暗卫去。谢父王。让风儿与你们一起。那怎么行？怎么不行？大嫂是怕风儿也传染瘟疫吗？父王，不用大哥陪我们去。楚墨尘都不让了，王爷也就没说什么了。他只是觉得楚墨风比楚墨尘更沉稳些，有他在，他更放心一点。难得这么多人在，临走前我就再多说一句，这一回我对狼环郡主仁至义尽，下回他和东王府再和我玩阴的，我一定让他们一家老小都生不如死。丢下这一句，明媛转身离开。再有下一回，我会让妍儿休气。王爷抬脚离开，狼环郡主面如死灰，她望向王妃。头发没有恢复之前，就待在浮云轩，好好反省吧。原来郡主的头发是这么白的，想来世子妃很快就从历城回来，等头发恢复，木表姑娘就可以进门了。赵元贞这样看上去更像将军了。年少时确实想做名将军，奈何家中独子，要子承父业。我就觉得赵院正的体格较一般太医健硕得多，没想到赵院正还有这般志向。哪天赵院正想上战场，倒是可以去做军医，尝一把征战沙场的滋味。世子爷说的不错，哪天世子爷征战沙场，我定追随你去。没有耽搁，赵峰赶着马车往前，直奔历城。傍晚时，马车堪到驿站。驿站知道是镇南王府的马车，殷勤备至，唯恐招待不周。这里距离历城不过50里路了，几位莫不是去历城了？正是去历城。历城这会儿正在闹瘟疫，你没敢去？莫非你是从历城来的？那倒不算，我前几日从历城进京，在穆王府小少爷的铺子里买药丸，返回历城。这药丸效果极好，只要服用过的无一人得瘟疫。明媛眉头拧成麻花，男子从怀里掏出一锦盒。几位要买吗？你确定这药丸管用？以我的项上人头作保，没有比这药丸更管用的啦。我此番买了不少，几味药啊便宜点儿，3两银子一颗。我们不要，我们带了不少。
哎呦，那我们是同道中人啦。不知道你们的药丸卖不卖啊？送他100颗。喜儿过去打开包袱，一锦盒正好100颗。夫人好手笔呀！你这消息值100颗药丸。男子倒也没推脱，道了谢，就转身上楼了。什么消息值200两？这也太贵了。既然从历城跑京都买药丸，应该所言不虚。药丸管用，那我的药方怎么会一点用处没有？刘太医怕是出事了。第二天天麻麻亮，明媛他们就出发赶往历城。历城在闹瘟疫，不是历城人不许进出历城。赵峰把令牌亮出来，官兵看了一眼，小的有眼无珠，不知是朝廷派来的，赶紧去禀告大人，朝廷又派人来了。